因为我不能生育，他陪我熬了3年丁克，最后还是出轨了。他说他太想当妈妈了，求我放过他。然而在民政局一拿完离婚证后，他崩溃了，因为我给他留了一样东西，他的不孕检测报告。为了维护他的尊严，我守了这个秘密3年。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不会相信那个曾经信誓旦旦说会爱我一辈子的女人居然出轨了。就在10分钟前，我的老婆和一个男人手牵着手在产科门口等待，他笑容满面，不停地抚摸着肚子。陌生男人温柔地握住女人的手，两人脸上带着憧憬的笑容。我躲在一旁，看着两人互相依偎，脸上堆满笑容，应该是在憧憬孩子出生的场景。我顿时觉得恶心，胃部酸胀的，立刻要吐出来。我给陆雅丽拨去电话：老婆，我痛风犯了，能不能陪我去一下医院？我现在正忙呢，你能不能晚点去呢？先吃点药啊，等我忙完再去找你。他一边和我打电话，一边却踮脚去亲吻那个男人。我掐着手心，指甲陷进肉里，我也没有一丝痛觉。好，那你今晚回来吃饭吗？不回了，今天公司团建，你不用等我了。他应该不记得了吧？今天是我们结婚5周年纪念日，5周年纪念日，他却和别的男人一起来产检。陆雅丽的肚子还不显怀，之前我只是觉得她胖了些，但从没往怀孕的方向想。我落荒而逃，脸上出现了长长的2条泪痕。她以前从来不会说谎的，每一次工作外出，我们都会互相报备。我会记住她的生理期，记住她的生日、结婚纪念日，一次不落。她也同样如此，她从来都是很细心的。她会在我痛风的时候请假陪我，煮粥给我吃，哄着我睡觉。原来陆雅丽的那些细心，对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她能对我这么好，转头也能对另一个男人好。往事像电影似的，一幕幕涌上心头。回到家中，我只觉得身体好像经历了重创，关节更痛了。我蹲下身，眼泪止不住的流。你看看你，要不是你这么不注意身体，小孩早就有了。结婚都5年了，你都没让雅丽怀上，叫你们去做试管，还要让雅丽陪你做什么狗屁丁克。岳母见到我一顿数落，上个星期她才过来劝我和陆雅丽做试管婴儿，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来，话都不重样的。岳母不停地唠叨，我的头越来越痛。我冷声制止她：妈，能不能让我安静安静？说你还不乐意听了？你们2个都是独生子，不生小孩以后要断子绝孙的。说好的生2个，一个跟你们家姓，一个跟我们家姓，是我不能生吗？妈，你错了，是你那宝贝女儿不能生。我没有把话说绝，我们已经决定丁克了。妈，你不要再多说了，什么狗屁丁克，没有小孩以后老了都没人养没人问，生个病也没人忙前忙后关心，要多可怜有多可怜。年轻人不要太自私，多的是人做试管，人家能做，你怎么不能做？我拿着手机给陆雅丽发消息：你快点打电话让你妈回去。陆雅丽当初为了孝敬她爸妈，便劝我在同一个小区买房，我对她言听计从，没有意见。现在想想，真是自作自受，每天累死累活，还要被这种人摧残。岳母接了电话，脸上藏不住的愉悦，不知道那头的陆雅丽和她说了什么。她看起来很开心，但临走前还是要数落我，天天就知道工作，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也不知道心痛一下老婆。我对她：
不赚钱，让你女儿喝西北风吗？陆雅丽打电话给我，和我说对不起，尽量早点回来。我没忍住，挂断电话，嘴唇已经被咬出血了。回忆像潮般涌来，我和陆雅丽大学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候她是学姐，我是学弟。迎新晚会上，她唱了一首文艺的民谣，从那以后我就迷上陆雅丽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室友都说我恋爱脑，我为了陆雅丽天天早起去蹭课，老师们都调侃我是陆雅丽的小跟班。每天早上我给她带早餐，风雨无阻，会因为她的一句话，傻傻地站在女生宿舍楼下等她。可她见到我之后，才说和室友开玩笑的，他们在打赌，她一个电话，我会不会屁颠屁颠等在宿舍楼下，和她蹭了2个月的课，趁着她睡着的时候偷吻她。陆雅丽搂着我的脖子，也回吻了我，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在一起了。前妻陆雅丽真的很好，她会记得我的喜好，知道我不爱吃香菜。每次和她出去吃饭的时候，她都会跟我和老板说一句不要香菜。她会给我准备很多小惊喜，虽然都是不值钱的玩意儿，但那时候的我真的乐在其中。一毕业，我就迫不及待地娶了她。她说过的，会跟我好好过一辈子。可是我们才结婚5年，她就受不了这种生活了吗？陆雅丽半夜才回家，开门声音响起，我闭上眼睛，假装已经在梦中。她洗漱后回床上，往我怀里钻，我往里边躲了躲，真恶心啊！白天陪着别的男人，晚上回来找老公。陆雅丽吻了吻我的脸颊，我推掉她的脸。陆雅丽略微不耐烦，老公，你怎么了？你以前不这样的，以前你那么温柔，现在为什么为这点小事斤斤计较？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不就一个结婚纪念日吗？年年都过，年年都一样。我真有事推不开，不是和你说对不起了吗？原来他都记得，他记得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只不过他不想再费心思哄我开心罢了。他的耐心，他的细心，早就给了那个男人。我真是傻，傻到相信他很爱我，相信我们之间没必要为了世俗的眼光去生孩子，没必要用孩子去维系感情。我冷笑一声，是吗？你的意思是和我的婚姻变得没意思了吗？我可没这么说，你能不能别这么不可理喻？我都和你道歉几遍了，还想怎样？差不多得了啊！我很累，没心情吵架，那就各自冷静冷静。我抱着枕头去客房睡觉，他没来哄我，也有可能抱着手机和那个男人蜜里调油。原来不爱了是一瞬间的事啊！从那天之后，我便和陆雅丽分房睡了，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我对她的态度十分冷淡，她心情好的时候就向我求和，软着态度和我说话，仿佛那是她的恩赐，我一定要接受。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说我不识好歹，真是可笑。我找她要车去调取了行车记录仪，两人暗度陈仓很久了，起码去年的时候就在一起了。行车记录仪里记录了太多他和那个男人的不轨之事，真是恶心到我想吐。他居然能在同一天接完我，把我送到家，再去找那个男人亲热，之后再回家。他的情夫叫白潇，是他公司里的一个实习生，和他在一起1年半了。两人经常趁着工作的时候悄悄在一起。白潇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神色里都是傲慢以及得意。我凝眉看着他，心想他要是知道陆雅丽其实不能生，是什么反应呢？你就是雅丽姐的老公吧？我和雅丽姐是真爱，希望你能有自知之明吧。你又没生育能力，给不了他孩子。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年轻男孩，他脚上踩着名牌鞋，穿的都是一整套高奢。
陆雅丽真是大方呢。陆雅丽没有叫你藏好，你说要是公司领导知道他道德败坏，会不会直接停他的职呢？白潇气的脸都扭曲了。你知道雅丽姐有多想当妈妈吗？你给不了她想要的。她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高兴的整个人都跳起来了，还说一定会嫁给我。雅丽姐早就不爱你了，她跟我说过几天就和你离婚。我忽然笑了起来，脸上镇定自若，真是荒谬，怎么会有人当三还当得这么趾高气扬？我一针见血道：那你又知不知道陆雅丽其实不能生？她要是知道自己是背锅侠会怎样呢？借腹生子，白潇玩得一手好手段，至于孩子他妈是谁，你应该比我更清楚。白潇气得嘴唇发抖，一双眼睛恨恨地盯着我。明天我就会和他离婚，渣男配贱女，天生一对，祝你们百年好合。我微笑地看着他。陆雅丽还没发觉我已经在默默搜集证据了。我趁着他睡觉的时候查看他手机记录，他的密码是我无意中看见的，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任何一次纪念日，有可能是那个男人的生日。女人就是如此，不爱了，一切都要斩断。他和白潇基本上每天都在聊天，他对白潇说好期待孩子的出生，他就要当妈妈了，盼了好多年。他说没有人不想有后代，和我丁克3年已经仁至义尽了，对得起我了。我面无表情地将聊天记录拍下来，并且保存上传，还有他发给白潇的每一笔钱都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到时候我要让他一笔一笔还回来。这天陆雅丽回来了，带着一身困意，大概是出去应酬了。她像个大爷似的躺在沙发上。老公，你最近怎么了？一点都不温柔。以前我回家你都会给我按摩，还会抱着我哄我睡觉。我站在他面前，双手抱胸，声音不咸不淡。陆雅丽，我们离婚吧。你在开玩笑吧？离婚？离什么婚？我为了你丁克3年，还不够好吗？有哪个女人能做成我这样？你也知道，我就我家一个独苗，我妈天天给我压力，你有帮过我吗？陆雅丽陡然清醒，想想当年我真是傻，居然为了这种人的自尊心帮忙打掩护。她真觉得她为了我丁克是我的荣幸，真想知道她发现自己不孕是什么反应。我冷冷笑着，你和我丁克，然后转头去找别人生，你当我傻，什么都不知道是吗？然后趁这段时间偷偷转移财产，给你孩子做保障，等到时候再离婚是吗？算盘打得真响亮。陆雅丽整个人愣住了，呆呆的。她估计也没想到我居然会撞见她出轨吧。陆雅丽伸手拉我的手，我狠狠甩开她，不想被这种人碰，恶心。陆雅丽慌乱要抱住我，啜泣着说，我真的太想当妈妈了，不怪我，是你不能生。3年了，我真的很羡慕那些有小孩的家庭，当妈妈仿佛成了我的执念。陆雅丽试图抱住我，我推开她，你不要碰我，我嫌脏。老公，你不知道，每次公司有人讨论一家小孩怎样怎样，我多羡慕。每次我妈问我们怎么不去做试管的时候，我多难受。我为了你才丁克的，我们完全可以去做试管，可是你一直坚持不生孩子。曾经我也以为感情不需要孩子来维系的，可是每天面对同样的一道菜，人怎么可能不厌呢？我仰天大笑，你只是为了你的私欲找借口罢了。你说你妈妈给你压力，可实际上你妈妈数落的只有我，她觉得我不能生，想方设法让我们做试管，又或者她还可以提出更过分的要求，让你去出轨。你和你妈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你以为不好受的只有你吗？窗外的月光越发清冷，
客厅里，陆雅丽颓然坐在地上。过了很久，她才开口：“行吧，我同意离婚。我要给我的孩子一个名正言顺的家庭，我要让他和别人一样有爸爸妈妈。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按理说，我这样做也很对得起你了。我的心被刺痛的难受，要是能看得见，一定是红肿流血的。明天民政局见。还有，我要告诉你个秘密。”第二天到了民政局，我和他先后来的。我没想到他居然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他把白潇也带过来了，打算前脚离婚，后脚领结婚证。白潇看着我有点心虚，他不敢直视我的目光，我反而饶有兴味打量着他。恭喜你，终于如愿以偿当上妈妈了。陆雅丽也有些尴尬，表情不自然地说：“赶紧进去吧。你带他来是准备离了就结婚？”陆雅丽不耐烦地皱眉：“宋宁宇，你不要无事生非好不好？他真是很迫不及待呢。”我也很迫不及待想看到他崩溃的样子。拿完离婚证之后，他喜上眉梢，碰见我又装作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财产分割，我建议平分。我的孩子出生不能没有保障。陆雅丽和我讨论财产问题，我不同意。你出轨是过错方，我会提交给我的离婚律师处理的。我直截了当拒绝。我的话明显是戳到他的痛处了，他差点跳脚。我没有孩子，因为谁？于情于理，这几年我对你够好了。宋宁宇，你别得寸进尺，我对你这么好，你还这么贪心。陆雅丽像个跳梁小丑，破口大骂。白潇站出来，可能是怕我戳穿他，他低眉顺眼：“宋哥，孩子还没出生，真的不能没有保障，你会理解我的吧？我嫌腻他，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的孩子，可他是我的孩子。我没有孩子，还不是因为你；你没有孩子，也不是因为我。”我终于说出口了。听见我的话，陆雅丽眉头一皱，满脸疑惑。我继续淡然道：“所以那不是你的孩子，因为陆雅丽你根本不能生。”我的话像一阵惊雷，一旦激起千层浪。陆雅丽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皱着眉，脸上写满了不相信。还记得当年我们去体检吗？你没空，所以我去拿检查报告，显示你排卵功能障碍，压根就不能生孩子。为了你所谓的尊严，我把过错揽在自己身上。你说没关系，我们丁克。我以为我遇到了真爱，可是没到1年你就开始各种怨气。是我不能让你怀吗？是你，陆雅丽，你才是不能生的那个。说出来之后，我顿时舒畅了很多，终于把这件事说出来了。陆雅丽三观都被震碎了，人颓废地坐在地上。白潇不敢上前，只能瞪着我。我直接把检测报告甩到陆雅丽脸上，她颤抖着手看着报告，眼红的能看到一堆红血丝。我舒服了。陆雅丽崩溃的神情，我能记一辈子。她的妈妈梦没了，她展现母慈子孝的机会彻底没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所以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陆雅丽恶狠狠地看着白潇，白潇抓住陆雅丽的手，仿佛抓住救命稻草。雅丽姐，我不知道。陆雅丽怒极反笑，不知道？你不知道能把孩子送我肚子里，是不是你那次带我去私立小诊所看病的时候？我转身离去，听着这两人的对话，我简直觉得可笑。大概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们可怜，他们活该，活该没有孩子，活该被借腹生子，一切的一切都是陆雅丽自找的。我走出民政局的大门，看着天空晴空万里，碧空如洗，我深深吸一口气，舒服畅意。我把所有的聊天截图和记录都发给律师。陆雅丽几天不见，都变得落魄许多了，肚子也平了。
陆雅丽红着眼看我，宁宇，离婚私下解决吧，没什么要闹这么大，我只是在走正常流程而已。你不是早就想离了吗？法律保护无过错方，你到现在还没认清你自己的过错。陆雅丽声音沙哑，整个人很没精神。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那件事？你自以为是这样就能保护我了吗？是你让我一直活在欺骗里，真是可笑。典型的先发制人，自己有问题却说是我的错。我看着陆雅丽，现在我不会再为她流一滴泪了。心死的人怎么会心疼别人呢？想想以前她多温柔啊，从来不会怪罪于我。现在呢，自己的错还要怪在我身上。陆雅丽，那你呢？一直以为我不能生，表面上说不嫌弃，实际上嫌弃的要命吧。结婚纪念日你明明记得的，可是你就是不回来，为什么？因为他需要我呀。所以呀，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争财产？陆雅丽呀，陆雅丽，当初你们家百般刁难，我还是娶了你，给你优渥生活，你却明里暗里嫌弃我不能让你怀。陆雅丽被我噎得说不出话，她大概是愤怒了，开始口不择言。宋宁宇，日复一日的生活你不厌，你只不过是比我克制了点而已，你也厌了对吧？既然如此，财产全部归我。我睨他一眼，不愿再看。岳父岳母知道我们离婚之后，第一个堵上门。岳母气势汹汹，仿佛拎着一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你这男人怎么那么狠心，剥夺她做母亲的权利？为什么要说出来？明明她快要当妈妈了。他这意思是我剥夺陆雅丽做妈妈的权利。怎么了？非要生别人孩子，养别人的孩子才安心吗？陆雅丽妈妈冲上来抓住我的胳膊，两人互相配合，想要打我。老太婆被我抓住手腕，狠狠甩开。老太婆想撒泼打滚，坐在地上哭着说我打她。我不说，那小孩就流着你陆家的血吗？你这个恶毒的男人，诅咒我们家断子绝孙，对你有什么好？我说的都是事实。老太婆坐在地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宁宇，就算妈求你了，财产平分行不行？我说了不算，法律说了才算。我居高临下看着他，心里冷冷的。岳父还好说话一点，他低声下气求我不要起诉了，让陆雅丽分一半的财产吧。我面无表情道：他伤害我在先。岳母破口大骂：你这种男人，就算离婚了也没人要，斤斤计较，不就是出个轨吗？雅丽犯一次错怎么了？那是不是岳父出轨你也能接受呢？我反问他。老太婆哑口无言，斜眼狠狠瞪我，气得手抖。我淡然喝了口水，看着陆雅丽妈妈，又可恨又可悲。有件事，我想岳父应该要知情。陆雅丽压根就不是他爸的亲生女儿。我得知陆雅丽出轨之后，便偷偷拔了她头发，和她父亲进行 DNA 检测，结果显示她并不是她爸爸的女儿。老太婆丝毫没有意识到我接下来的话有多严重。什么事？岳父正准备要走，这份报告您看一下吧。我微笑地看着他们。陆爸爸拿着亲子鉴定，瞬间瞪大眼睛，气得面红耳赤，整个人快要炸掉了。岳母脸色变得铁青，她也看到了那份报告。你这个老太婆，我他妈帮别人养女儿几十年，我打死你！岳父正在气头上，男人抓住女人的手腕，啪的一声，猝不及防地扇了她一巴掌，速度快到我来不及制止。岳母尖声叫吼：都是我的错吗？你们家就生不出小孩，你也一样，生不出就是生不出，我还不是怕离婚，反正你也养那么久了，雅丽就是你女儿了。门口站着的陆雅丽跟个木头人似的，她缓缓走进来，
咬牙切齿道：“妈，你在说什么？雅丽呀，都是这个男人害的。本来我们家和和睦睦的，你说他怎么那么不安好心？要说出来呀，不说出来，难道让我一直帮别人养女儿？”岳父受不了爆发了，他冲上来要打老太婆，后者被陆雅丽拉了过去。陆雅丽可能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位父亲，她哽咽着说：“爸，我叫您几十年的爸爸，一纸血缘关系就这么重要，别叫我爸，会气。”陆雅丽呆愣愣地站在她妈妈旁边，显得无比落魄。离婚，回去就马上离婚，丢死人了！老太婆尖声尖气：“你个死老头！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难道错全在我身上吗？还不是因为你不能生，又想要孩子，我嫌他们吵，家丑不可外扬。你们家的事还是自己回家解决吧。”我内心平静，说出来的话更是无比平静。我把人都轰出去了，终于清静了。门外还在吵，岳父吵着离婚，马上离婚，你立刻带着你的女儿去找他亲爸，我这容不下他。岳母哭着求饶：“我照顾你，伺候你那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就因为雅丽不是你亲生女儿，就要做到这么绝吗？雅丽这么孝顺你，就算不是亲生的，也胜过亲生的吧？凭什么要赶我们母女走？”老太婆一边哭一边诉苦，我唯独没有听到陆雅丽的声音，估计已经崩溃了吧？她会不会痛哭一场呢？无所谓，我不想知道。人类的悲喜不相通，我觉得他们太吵了。我的生活恢复了正常，每天就是工作休闲的时候和兄弟喝酒。那天我们去酒吧碰到陆雅丽，她喝得烂醉如泥，看到我来，陆雅丽凑上来抱住我，兄弟嫌弃得要命，怎么会有这种女人，恶心死了。陆雅丽含糊不清地哭着：“宁宇，我错了，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当年那些美好的事你都忘记了吗？是你追的我呀。宁宇，你怎么会忘记呢？你那么爱我，我们重新开始吧。”我厌恶地推开他，后者烂醉如泥地靠在卡座上，此刻看着他毫无波澜。我不会痛心了，痛心渣女就是给自己找罪受。陆雅丽，我最后再说一遍，我不爱你了。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求复合，我都不会重新喜欢上你。宁宇，你不要走，我已经和他断干净了，孩子也打了，就当我犯了一次错好不好？陆雅丽扯着我的肩膀都捏痛了，她对我拉拉扯扯的，兄弟看不下去，直接叫保安把她拉走。现在的陆雅丽堕落成性，天天混酒吧，家里乱糟糟，我怎么会再次喜欢上这种人？法院判决书终于下来了，坚持无过错方原则，名下的不动产都判给了我。再一次见到陆雅丽是1个月后，她整个人落魄多了。我们公司项目和他们公司合作，她和我对接。此时的陆雅丽失魂落魄，我不经意问：“白潇去哪了？”“走了，和你离婚后，我就和他分手了。孩子不是我的，我绝对不会生下来。”“哦。”我搅动咖啡，心里暗爽。听说你们公司空降的部门主管在追你。陆雅丽漫不经心地说。我点头，看着她落魄的样子，实在想不明白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人。当初的少女已经不复存在，眼前只有物是人非。还在相处中，如果顺利的话会考虑一下。我也想有个孩子了。说到孩子，陆雅丽眼神黯淡下去。你会是个好父亲的。后来我听我妈说，陆雅丽一家鸡飞狗跳的，前岳父因为被戴了绿帽，气不过要闹离婚。老太婆一直以来都当家庭主妇，不同意离婚，婚自然是离不成的。于是前岳父天天出去找乐子，也不着家，回去就和老太婆吵架。老太婆给他戴绿帽子，
让他养别人女儿这么多年，他也要给老太婆戴绿帽子。这两人天天吵，小区里的大妈们天天在传，那老头子都不回家的，就是为了报复你那岳母，气得他心肌梗死，住院了。我妈叹气说，幸亏离婚了，这种家庭天天吵架都要烦死了。我笑着说，妈，你不会怪我离婚吧？怪你做什么？我要夸奖你，做事很果断，能够及时止损。我眼眶湿湿的，心头酸涩。仍记得我回家后，我妈见到我绷不住哭了，抱着我叫我儿子，为什么都不和妈妈说？我和我妈说，其实不是我不能生，这几年我妈没少操心我，她生怕我受委屈，尤其是我编造自己不能生，更让她担心了。有时候她睡不着，就起来烧香拜佛，虽然知道没有用，但只会日复一日祈求保佑。妈，对不起，我离婚，你会不会觉得丢人？妈妈握住我的手，语重心长，孩子，婚姻如饮水，冷暖自知。我们过日子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不幸福的婚姻就没必要强撑着，对谁都不好。那天我忍不住流泪了，那个曾经年少肆意的我，如今被婚姻折腾得一塌涂地。在听到陆家的新闻，我像个旁观者，静静看着他们分崩离析。某天碰见了前岳母，她一下子瘦了10来斤，整个人皮包骨。陆雅丽也瘦了很多，我只是礼貌性和陆雅丽打了个招呼，便走过了。岳母看着我的眼神满是憎恨，我冲她微微一笑，不知道此刻陆雅丽有何感想。陆雅丽彻底失业了，原先那个项目本来和她对接的，后来听说他们公司有人举报她私生活不干净，而且在网上舆论发酵，这种人被人借肚子也是活该。欲望都管不住的人，怎么可能管得住部门的人？建议查干净一点。听说她有老公的，但是离婚了，婚内出轨。天哪！现在人道德底线这么低吗？那人掌握很多证据，举报他和实习生存在不轨行为，于是他被停职调查了。再后来，我听说他被公司开除了，只能灰溜溜的到处找工作。加上他妈妈生病严重，需要很多钱，去贷款贷不上，前岳父整日在外，老太婆生病了，他都不去看一眼。人的心硬起来，可以六亲不认。那天见到陆雅丽，十分凄惨。她形单影只地站在医院的走廊，身影单薄的，仿佛风一吹就倒。但这又关我什么事？我和她从此不过就是路人而已。公司那个新来的同事追求我，但我对于男女关系更加谨慎了，我怕再陷入泥潭之中。他和我说，不要紧，我希望你和我在一起是开心的，而不是有负担。他陪着我去探店，接受我奇奇怪怪的小嗜好。我喜欢收集糖果纸，他就会去买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糖果给我吃，让我收集糖果纸。以前陆雅丽只会说我幼稚，这东西有什么好收藏的？原来被人爱着是这种感觉，我已经太久没体会到了。丁克后那几年，陆雅丽和我总隔着一层屏障，她的好太表面了，以至于后来干脆不装了。那天下着雨，同事来家里接我，我站在门口等他。昏沉的天空下着银针般的雨，他整个人融于夜色之中，向我而来。他的手上抱着一束花，花骨朵沾染着湿气，娇艳欲滴。他微笑着递给我，路上碰到卖花的，看见这花，一眼就想到你了。我心跳加速，接过他的花，那种被珍重的感觉很好。我和他撑着一把伞一起走，雨渐渐小了，天气变得清朗起来。陆雅丽视角，我太想要个孩子了，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居然不能生。当初和宁宇去做体检，
他脸色忧愁，告诉我他不能生。我安慰他，实在不行，我们就做试管。老婆，我不想做试管婴儿，要不我们丁克吧？刚开始我没想那么多，我以为丁克很简单的。可是面对我妈的催促，看见同事一家三口和和美美，我也开始变得贪婪起来。我也想有个自己的孩子了。说实话，一开始的时候，我和宁宇感情和睦，可感情是说不清道不明。和白潇的相处，我感觉到了久违的恋爱的滋味。我承认是我活该，我变得越来越不想回家，尤其是我想成为母亲的执念。后来我检查出怀孕了，我高兴得一整天睡不着，每天都在幻想着孩子出生后的日子。我嫌宁宇和我闹，觉得他变得不可理喻了。他和我离婚，我不想被分割财产，于是我求着他。我想着我太想成为母亲了，我的苦衷他应该能理解的吧。可我万万没想到，不能生的人居然是我。在民政局，他甩出不孕检测报告，我的整个人都陷入一种绝望的境地，就好像中了500万的彩票，结果兑奖处的说彩票不奏效。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要坚持丁克。宁宇是为了我的尊严，为了我瞒了3年的秘密，而我却把所有的错怪在他身上。那天之后，白潇找到我，求我原谅他，可我真的无法原谅他。雅丽姐，我对你是真心的呀，你想要孩子，我这才想出了这个损招，我没办法才，能不能别抛弃我？我失神地看着他哭，愤怒之情油然而生。借我的肚子生他和别的女人的孩子，他怎么这么恶毒？我想念宁宇了，他至少很冷静，他对我很好。白潇，你让我怎么原谅你？你毁了我一生，孩子我会打掉，你别来纠缠我了。那天我和白潇一刀两断了，兴许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报应。我心心念念的孩子居然不是我的，于是我去酒吧买醉喝烂酒。我想起以前每次我喝醉，宁宇都会温柔地替我按摩头皮，他身上的味道很好闻，淡淡的香味缓解着我的头痛。可这一切的一切都没了，我碰到他了，他好像变帅了，更沉稳了。我拉住他的手，被狠狠甩开了。那天晚上回到家，我蹲在厕所里，吐得肝脏都要吐出来了。我看着空荡荡的家里，连口热水都没得喝。半夜我高烧不退，翻看手机记录，好像不知道能打给谁，头痛欲裂，脑子里闪现的东西太多太多，和宁宇的回忆挥之不去。我心一阵阵痛，眼泪控制不住往下流。人为什么会在失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当真是我的报应，被人借腹生子也就算了，连我的父亲也不是我的生父。那一瞬间，我甚至想去死，干脆解脱了多好啊！打击一桩桩一件件来，我又哭又笑，走在半路被当成神经病。我爸执意要离婚，我妈不同意，两人在家天天吵架，带着对方的痛处戳，每天吵得不可开交。我爸受不了就出门，不回家了，在外面也找了人。我妈气病住院，那天在医院碰见宁宇，我真想上去拉住他的手，求他再看我一眼，再看我一眼。是我不懂得珍惜，才坏了这段婚姻。可他很决绝，从他的眼神中我看不见爱意了，很陌生。他看我就像个陌生人一样。我在阳台处抽烟，一根接着一根，病房里又吵了起来。老头子直接带着人来了医院，老婆子气不过，又和他扭打起来。医院里聒噪不堪，我们都被警告了。我心烦意乱地抽完烟，回到那争吵不休、永无止境的火海中。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我的男朋友甩出一份婚前协议让我签字，要求婚后做到完全 AA 制。
及彩礼嫁妆相等，用于买房买车。婚后所有生活费用平摊，生2个孩子，第一个跟他姓，第2个跟我姓。我很快抓住其中的漏洞问道：那生孩子怎么你生一个，我生一个吗？他狡诈一笑：可以呀，如果我能生，我不介意呀。我开心地点点头。3个月后，她掀翻了医生的桌子，她真的怀孕了。我是送子观音，童叟无欺，完成送子任务，积攒功德就是我的工作。但我还在实习期，需要积攒1000桩功德才能转正。我眼看着其他和我同期的实习生一个个眼疾手快地抢走了所有许愿的客户，我彻底坐不住了。他们都转正了，就我一个人留级，那多没面子。然而就在这时，我无意中在某论坛看见一个盖了几千高楼的帖子，楼主提出了一个新的婚姻生活方式，自称绝对公平，叫 AA 制婚姻。简单来说，就是男女双方在一起，所有消费各出一半，生2个孩子，一个跟男方姓，一个跟女方姓。下面有人附和，也有人反对。反对的人说，孩子是女方生的，哪里 AA 了？要 A 就把生孩子的痛苦一起 AA 了，不然哪里来的公平？男人们在下面讽刺，又来生孩子警告，生个孩子跟放个屁一样，那么多女人都生了，就你们矫情，生孩子那么简单，那你们怎么不生？楼主回复，如果男人可以生，我愿意呀，可惜我不能生啊，嘻嘻。看到这条回复，我喜出望外，原来男同胞们这么想生孩子，只是苦于不能生。可我是谁？我是善良的送子观音啊，只要许愿，心想事成。而且男同胞这块业务从来没有人开发过，这市场多大呀，别说1000个业绩，就算1万个、100万个，那也不在话下。于是我立刻把这个楼主的真实身份扒出来了，他叫刘茂，是个普通社畜。因为我看他似乎有强烈的愿望，所以我要从他开始试点。我伪装身份进了他们公司当实习生，他当天下午就来搭讪我。我觉得恋人关系让他生孩子更顺理成章，于是就顺势答应了他。我对他温柔体贴，于是没过多久，他便在吃饭的时候向我提出了他的婚前协议。我看着他甩出来的白纸黑字，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让他把生2个孩子，一人生一个这条加上去。他像看白痴一样看我，但也没多说什么，很快便重新做了一份协议。我催促他赶快签字，看着他一笔一画写下他的名字。成了，又一单。他抬头疑惑地问我，你说什么？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脑袋，乖乖，恭喜你心想事成，等着当爸爸吧。原本我们要成功完成送子任务，首先要接单，也就是收到人类的许愿。因为他一直没有许愿，我还在想怎么提醒他，没想到他主动拿出了契约文书，白纸黑字，这可是比心灵感应还要强的契约，有因果律保护的，想赖账都不行。至于到时候我怎么履约，我是送子观音，我随手从子孙池里抓一个就是了。离开餐厅后，我的手机震动起来，我点开一看，是我之前收藏的那个帖子更新了。帖子的楼主，也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刘茂，在主楼晒出了我们刚刚签的那份婚前协议，并配文，我说了我不是哗众取宠，这是我女朋友刚刚签的，她又懂事又体贴，只要我给个不切实际的承诺，她就满足了，不哭不闹，这才是好女人。楼下有人怀疑这份协议的真实性，他又晒出了我的照片，于是我的照片很快被传得全网飞。有人骂我恋爱脑，说要来线下扔我臭鸡蛋，也有人夸我是贤妻良母。只有刘茂在背后春风得意，
被他的网络追随者捧上了神坛。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自从那天签完协议，他就渐渐变得头晕嗜睡，整天精神不济，后来还常常腰痛、呕吐，吃不下东西。因为状态越来越差，工作上连连失误，隔三差五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他终于开始怀疑他得了什么病，于是去医院挂了个号。然而医生也没检查出什么问题，只告诉他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只有我知道她怀孕了，但我暂时没有告诉她，因为1个月胎儿还不成型，以凡人那贫瘠的见识，肯定会以为是她腹腔里长了个肿瘤。我耐心等到3个月时，估摸着胎儿已经成型了，于是拉着被妊娠反应折磨得萎靡不振的刘茂去医院照了 B 超。你说什么？刘茂一把掀翻了桌子，指着惊恐的医生吼道：“你有种再说一次！”医生自己也不敢相信，但片子上显示就是一个胚胎，还是活的。他无话可说。我知道他一时不能接受，毕竟他是第1个试验品，我还是要好好保护他的。为了给他足够的时间接受此事，于是我适时拉了拉刘茂说：“有可能是误诊呢，我们去别的医院再看看吧。”他听了我的话，终于慢慢冷静下来。但是在接下来的2天，他的心理防线全线崩溃。我们跑遍了全市所有医院，检查结果都显示他腹腔里面有个活的胚胎。因为是我帮他挂的号，所以这2天我的电话也被打爆了，无一例外都是求我们让他们进一步观察研究的。所有医生在一开始的无措之后都反应过来，刘茂的研究价值，这可是世界上第1例男性怀孕，或许通过他，医学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当然不会让他们研究，但很快网上就流传出了一个男人怀孕的消息。因我们跑遍了全市所有医院，因此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不算少。刚开始没人信，但后来各大医院工作人员都出来爆料，虽然是匿名的，但逃不过网友的扒皮技术。很快这件事的舆论风向就发生了转变，直到有人晒出了 B 超照，网友从一开始的嗤之以鼻到发现了新大陆般兴奋，瞬间把这个话题顶上了热门。有人开始人肉，想把这个几千年来独一无二的男人找出来。而刘茂似乎受到了打击，他在家呆坐了半天。当我给他把外卖提进来时，他说：“我要去打胎。”我把外卖盒一扔：“干嘛？打什么胎？”他抬起头，眼里2颗硕大的泪珠滑落。他瞪着我，不可思议地说：“我是个男人，那又怎样？只要你想生，我就能让你生。放心吧。”谁说我想生了？我摸出那份协议送到他面前，白纸黑字，你自己立的契约。因为没有约定谁先生谁后生，鉴于第1个孩子要跟你姓，所以我就决定由你先生。他嘴唇突然抖起来：“是你干的？你对我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要害我？我害你？我明明是在帮你啊！”我摸出手机，翻出他发的那个帖子，指给他看：“你自己说的，你愿意生孩子，可惜你不能生。但是你放心，有我在，你所谓的可惜就不会发生，我不会让你遗憾的。”他仿佛见了鬼，跳起来就要往外跑。我冷冷地喝住了他：“你想清楚，签了契约，违约可是要付出代价的。”也许是被我突如其来的冷酷吓到了，他愣在当场。我慢慢向他走过去，不解地问：“你到底怎么了？你说你想生孩子，我只是满足了你，你怎么反而不高兴了？”他涕泪横流，跪在地上抱着我的小腿说：“我那是口嗨，我错了，你放过我吧。”口嗨？你为什么要口嗨？这种事都能口嗨吗？
她哭得泣不成声。我知道我根本不可能怀孕，所以我就想口嗨一下也没损失。我知道我错了，那也晚了，契约已经签了，你只能履约。我冷冷地甩开他，然而我还是小看了他的诡计多端。他佯装不舒服，让我带他去医院，趁医生检查的时候求医生给他打胎。但他不知道，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推开检查室的门，对他说：“你想好接受违约的代价了吗？”他紧了紧拳头，然后毅然下定决心，开口道：“我可以把我的财产都给你。”呵，我轻笑着说：“你无房无车，卡里只剩下2235.77，且无任何其他形式资产。除此之外，还欠花呗1321.55，以及信用卡欠款1600。你资不抵债，有什么财产？”他瞪大了眼睛，没想到我把他扒得底裤都不剩。半晌，他嗫嚅着说：“你要多少钱？我可以找我父母要。我家就我一个儿子传香火，我爸妈的东西都是我的。”我笑着退开了几步，摇着头说：“我不要钱。”他还没来得及诧异，就听见一声爆破声在空荡的诊室响起。他裤裆里一片血肉模糊，血液从他身下汩汩流下，染红了他身下的床。啊！他惊恐地叫起来，挥手打掉了医生的听诊器。我连忙上去按住他。医生疑惑地看着突然发疯的他，不知所措。我在他耳朵边轻声说：“那就是违约的下场。”他倏地停住，愣愣地看向自己下身，什么也没有。做梦，是做梦。他刚说完，就对上我笑意盈盈的眼神，然后脸色唰的一下白了。他不敢再作妖，但是因为他再次出现在医院，不知是谁泄露了消息，对他感兴趣的人都蜂拥而来，把医院围了个水泄不通。他的脸也被迫曝光在了各大博主的直播镜头里。他彻底出名了，全世界的专家都纷纷跑来本市，想要与他见一面。面对他们满腔的求知欲，我终于松口，答应他们可以开直播，告诉他们事情的来龙去脉。到了直播的这一天，服务器被挤爆了，程序员加班加点干了2个小时才修复好系统。我和刘茂坐在镜头前，一个满眼笑意，一个萎靡不振。网友弹幕刷屏的速度很快，但我还是看清了一些重复性很高的问题。我不相信，来打假了，男的怎么闷闷不乐？是不是剧本呢？男人怀孕了能不闷闷不乐吗？男的怀孕咋就不高兴了？前段时间那个 A 帖里的男人哪去了？我清了清嗓子说，最近大家的问题我都看到了，在这里统一回复，怀孕是真的。至于这件事的起因，我拿出那份婚前协议在镜头前展示，很快便有人认出了那份协议。这不是那个 A 帖楼主晒出来的协议吗？什么意思？男主是 A 帖的楼主吗？我想起来了，那个楼主晒过他女朋友的照片，就是他。我指着协议上那句生2个孩子，一人生1个给他们看，这是我男朋友刘茂和我签的协议，他愿意生1个孩子，所以我就让她怀孕了。这话一出，弹幕又沸腾起来了。你让她怀孕的，口气真大。你是送子观音吗？你男朋友莫非是个女的？实际上你才是男的，对吧？你掌握了什么高科技吗？都能实现腹腔妊娠了。我看着那个猜中的网友，在心里默默点了个赞，但我当然不会告诉他们真相。没错，我是掌握了这门技术。不仅是我男朋友，任何一个男性，只要你想怀孕，都可以私信找我，我可以免费帮你。屏幕前的专家不淡定了，没想到我会一上来就扔了个王炸。他说什么？他有这个技术，任何男人都可以受孕。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上，指着面前的屏幕说。身边立即有她的学生点了点头。她是这么说的：这位老太太就是研究人造子宫的专家程博士，她一生都奉献给了这门科学。可是直到她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还没有取得理想的进展。为此，她一直以为这会是她终生的遗憾，所以她争分夺秒。尽管双腿已经不能站立了，尽管科研经费拮据，他还是坚持战斗在研究室第一线。没想到会突然听到这样一个荒唐的消息，他立刻与10几所医院联系核实了，居然都说是真的。他本来怀疑是不是一起蓄谋的学术造假事件，所以今天所有学生都跑来看直播时，他也来了。没想到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她甚至不是任何一所大学相关专业毕业的。我放出豪言以后，弹幕上有人让我讲原理，各种专业术语不断跳出来，一看就是高级研究人员。但我却被一条私信吸引了关注，来信人说想邀请我做一个实验，会全程公开直播，以证明我说的是实话。这条信息吸引我的点就在于它的落款是最高研究院发来的，代表了目前全世界最强的科研能力。我想着要完成1000业绩，靠我一个一个去对接还是太慢了，有这样的机构跟我合作，那就最好了。我于是立刻就回复了同意，并且在直播间宣布了这个消息。还鼓励有想法的男同胞可以踊跃加入进来，做我的实验对象。直播间的人又集体傻眼了，卧槽，卧槽！他们几乎想不到其他语言来形容现在的心情。今晚的直播好像在跟他们开玩笑。屏幕前穿着白大褂的学生开心地回头喊道：程老师，他答应了，和程博士见面很顺利。对于他提出的理论，我都没法解答，但我可以证明给他看。于是我戴着刘帽加入了他们实验室。他们找来几组实验对象，全是我直播间里跟我杠过的，说要来拆穿我的谎言。我让他们签了一份协议，然后就该吃吃，该喝喝。他们每天给实验对象检查身体。第10天，所有实验对象HCG 化验显示怀孕，整个实验室都崩溃了，因为我什么也没干。那几个实验对象瞬间面无血色，其中一个快速反应过来，指着研究员们骂道：原来你们跟他是一伙的，我要拆穿你们！拿着国家经费却跟骗子合伙坑蒙拐骗。此时的直播间更热闹。卧槽，不会是真的吧？那个蒋华我认识，他是个公司老板，没必要跟他们合伙骗人吧？对对，那个黄色衣服的是个自媒体博主，他就是专门打假的，除非化验结果作假了。但这可是最高研究院，实验对象和研究人员吵起来了，研究员欲哭无泪，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啊。实验对象也知道这里是最高研究院，所以尽管嘴上骂得凶，实际也不敢动手。这时，程博士高声喊了句安静，场面顿时静下来。他把轮椅驶到我身边停下，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想也不想就开口道：西游记女儿国，知道吧？看他们都露出了然的神色。我点点头，没等他们回答，又继续说：传说大禹是从他父亲鲧的肚子里生出来的，知道吧？研究员们一愣，随即点了点头。实验对象们却一个个张着嘴，像个傻子一样，满脸疑惑。看来是书读得少。我没管他们，又继续说：《聊斋志异》里有个娈童腋下生子的故事，知道吧？研究员们继续点头。我白了一眼依然一脸茫然的实验对象们，心想没文化真难带啊。程博士，
你说的这些要么是虚构小说，要么是民间传闻，不足为信。谁说民间传闻就不是真的呢？要是没发生过，又是怎么传出来的呢？好吧，即便都发生过，但是我们现在想听科学的解释，我不能解释给你听。什么？研究员们不淡定了。我家有祖训，我不能说，但是我可以帮助你们建立起一个男性生育基地。你们想要多少人有多少。程博士思考了一下，眼睛慢慢亮起来。只要样本够多，他们迟早会研究出理论依据的。于是研究员很快便开始大量招募男性试验员。刚开始有很多根本不相信的人主动报名参加，但是几个月后人就越来越少，甚至没有人再报名，因为第一批试验者的肚子都大起来了。此外，我男朋友更是快要到分娩的时候了，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少，到刘茂直播分娩那天彻底消失了。随着医生从刘茂肚子里亲手剖出世界上第一个男性产下的婴儿，之前那些键盘侠集体沉默了。原本在网络上叫嚣着生孩子简单的人，以及想来我这里做试验者的人，突然间都销声匿迹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发现她们可以选择另一半生育了，于是在找伴侣的时候都要求对方承担生育的责任，至少是一人生一个。于是很快，另一种声音出现了，反对男性生子。刚开始他们只是在网络上发声，建立各种反对群，他们打着今天你沉默，明天你就是下一个受害者的口号。加入的男性越来越多，他们在网上不断科普着生育给人类带来的各种伤害：身材变形、行动不便、身体撕裂、胎儿挤压，导致内脏移位、内分泌失调、情绪失控。更可怕的是，因为怀孕会阻碍他们的事业发展，老板害怕他们怀孕导致工作没有人接手，因此在就业时遭到歧视。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程博士出面做出了解释。现在全世界的生育率都在不断降低，如果男性可以生育，那么我们的生育率将得到极大的提高，可以给停滞的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这是造福人类千秋万代的事业。然而程博士的发言激起了反对者更大的恨意，他们跑到研究院外拉横幅、泼狗血，甚至成群结队袭击工作人员，连看大门的保安都被泼了硫酸。他们搬出了传统文化，说从古至今就是女人生孩子，男人工作，男女各司其职，世界才能和谐发展。谴责程博士的研究是反人类。院里承受不住这么大的舆论压力，只能紧急叫停项目。现有的500名试验对象也撕毁了试验合同，每天叫嚣着要求给他们做流产手术。群情激愤下，程博士只能答应给他们开刀做摘除手术。手术这一天，所有试验者在手术室前排队，我拿着他们亲手签下的协议挡在手术室前。你们撕毁的是和研究院的合同，但是跟我签订的还在，打掉孩子可就违约了。你们确定要进去吗？第一批试验者里那个老板蒋华站出来，哭着说：违约金多少？我他妈一天也受不了了，肚子又大又重，压得我腰都快断了，吃点东西就想吐，不吃又头晕眼花，晚上不停地上厕所，整宿睡不着，我快疯了。只要你让我解约，1个亿我都愿意付。其他人听了脸色一沉，焦急地看向我。蒋华拿得出1个亿，他们可没有那么多钱，期待我不要真的收1个亿。我笑着说：我要你1个亿干嘛？众人听了都松了口气。那个自媒体博主举着摄像头说：
看你还识趣，那我出去以后就不曝光你了。那我谢谢你哦，可是你大概出不去了呀？你什么意思？我打量了他们一圈，用无比诚恳的语气给他们解释，这个世界能量是守恒的，一切事物都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你们要扼杀一条生命，那代价当然也是一条命。你想干什么？这可是法治社会。我告诉你，开着直播的，你们快看看，这就是个黑研究所，他们想杀人。看着他们逐渐疯癫的情绪，程博士连忙拉着我说道：算了吧，给我个面子。在他看来，我这份协议并没有让我损失什么，反而是这群试验者有着强烈的暴力倾向，可能今天不答应他们的话，研究所都会被砸掉。我为难地说，这是规则，规则要他们付出代价，我可管不了。我没说谎，得到和失去是等价交换的。他们没有子宫，先天残疾，规则需要消耗能量给他们孕育生命的条件。他们生下孩子，为这个世界的循环做出贡献，世界循环起来，规则才能继续运行。相反，他们不愿意生下孩子，但规则已经付出了能量，却得不到回报，自然会失去平衡。见我不松口，有人跳起来喊道：我们冲出去，他们又能怎么样？于是所有试验者都冲向研究所大门。本来项目就要停了，所以看门的保安也没有再阻拦。一群人浩浩荡荡出了研究所，就往医院冲去。偌大的研究所顿时空荡荡。程博士取下眼镜，摘下工牌，交给身边的学生，独自一人划着轮椅也往外去了。他孤独寥落的背影看起来比几个月之前苍老了很多。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他追寻一生的事业。今天他意识到了一件事，就算他的研究出了成果，也没有人愿意去使用这项科技。男人们享受着不需要生育的种种好处，又怎么可能接受生育这种事落在自己头上呢？他们不欢迎这项科技的进步。虽然项目叫停了，但研究员们还有其他课题要做，于是也没人再管我。我抓了把瓜子，在保安室和保安一起唠嗑。他长吁短叹，一直说可惜了。我问他可惜什么，他说可惜了这么好的项目，要是30年前有这个技术，我老婆就不会落一身病。我身体素质比她好。他脸上还有被反对者泼硫酸腐蚀过的痕迹，看起来狰狞又可怕。但他说起他老婆时，眼里却有化不开的柔情。于是他给我讲起他的故事。原本他老婆家有钱，岳父母看不上他，但他没有放弃，为了挣钱，什么工作都干，每天早出晚归，回家累得倒头就睡。3年后，终于存够了彩礼钱。他岳父母看他勤劳踏实，于是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并且把他的彩礼钱给了他老婆。于是他们拿出来做生意，他出力，老婆管钱，日子越过越好。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算小有资财，一路把孩子培养成科学家，现在就在这个研究院工作。不过因为老婆身体不好，生了孩子就落了一身病，还没等到孩子成才就去世了。于是他就来这当保安，陪着孩子。他越说眼睛越湿润。他知道程博士的研究内容，本来是期盼这个项目能成功，好让更多像他们一样的情侣能不留遗憾。现在项目停了，他也很难过。这时研究院外传来一阵嘈杂声。要是程博士听了你的故事，应该会好受点。我丢下手里的瓜子，对他说完这句就出去了。不出所料，那群试验者又回来了，人人眼睛里都有恐惧和愤怒交织。他们已经尝到了违约的后果。见我出现，
带头的蒋华不由分说上来就给我跪下了，原因是排在前面做手术的全都死了，无一幸免。我说过的话应验了，他们除了回来生下孩子，别无选择。研究员们傻眼地看着他们乖乖地往里走。这还不算，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他们开始窝里反了。原本几百个试验者是反对派的核心成员，现在他们又开始换了说辞。我觉得挺好的，男人有这个能力，就是给自己多一份选择。以后想要孩子，再也不用看女人脸色了，别被反对派洗脑了。女人能做的，我们也可以做，这是我们的进步。因为核心成员的倒戈，反对派们再也不能一致对外，内部四分五裂，不断争吵。一些跟风摇摆的人也渐渐没了主心骨。网络上坚不可摧的舆论攻势很快就破了，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有的是如保安大叔那样的女方不方便怀孕的，有的是同性恋人因为不能有后代而遭到家人反对的，有的是单身主义但又喜欢孩子的。他们都是支持者，但因为之前一面倒的舆论而不敢说话。此时要求重启项目的声音也逐渐大了起来。程博士到家还没一会儿，又被请回来继续研究。他心里五味杂陈，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才这么一会儿就又改变了想法。我说，因为他们不想变成少数。为了这个目标，我这个被他们视为仇人的人现在是他们的队友。他们不仅在反对群大肆宣传男性生子的好处，而且还卧底极端反派群，替我套取情报，希望我能早日让全世界男人都怀孕。他们准备搞恐怖袭击，他们雇了杀手在研究所门外蹲你千万别出门。我懒得跟他们玩小儿科，于是立刻发了一条视频。我对着视频勾了勾手指，约架吗？有种就来，你们一起上。我若输了，立刻解散基地；但若你们输了，就得加入我们基地试验。我聊架太过高调狂妄，伤害了他们的男子气概。他们认为我一个人绝对是稳输，于是他们很快派了代表应战。但在约架那天，又出了个意外，有人来跟我抢夺成功果实了。我的同僚苏小暖突然出现，他二话不说就要将这1000来个男人收入囊中。我气不打一处来。这个苏小暖是跟我同期的实习生，专抢我生意。他都快转正了，还要跟我争。我顾不得有他人在场，先跟苏小暖厮打起来了。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正当我俩打得不可开交之时，李吉德也跑出来抢人头。他是个关系户，其他实习生都要1000业绩才能转正，而他不到100个就转正了。就这样，他还四处争抢其他人的客户。因为他的加入，我和苏小暖的恩怨只能先撇一边，一致对外重要，55分账成交。李吉德这人从出生就有人为他各方面降低门槛，而我和苏小暖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他的实力根本不是我俩任何一个人的对手。因此我们俩联手，几乎只用小拇指就把他打回家找妈了。他走时哭着说要动用关系，让我们俩永远转不了正。我看一眼苏小暖，他叉着腰，没有半分害怕。我问他，你都快要转正了，得罪他值得吗？他无所谓的耸耸肩，那又怎么？我早看他不顺眼了，就想打他。正好今天有人跟我一起背锅，我翻了个白眼。李吉德回去告了状的话，我们俩都会被判违规操作，因为本来送子业务注意事项就没说能不能给男人送，这是一个灰色地带。原本我笃定我可以用这个漏洞诡辩过去，并且其他人以后也可以效仿。
因此这件事9成9不会判我违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得罪了关系户，这肯定不违规，也得是违规。我看着面前这群提着钢管、呆若木鸡的男人，在纠结这么大一单，还干不干了？不干吧，有点可惜；干吧，有可能不仅没业绩，还得判刑。干啊！为啥不干？苏小暖艺高人胆大，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干脆干票大的。”我心跳都漏了一拍，这妮子大概早就想疯了，现在可算是抓个人跟他一起，以免他孤军作战。我觉得自己已无退路，必须干。当晚，全世界所有适龄的人都做了同一个梦，梦里有人问他们想不想要孩子。在梦里，人会直面内心，做出的选择也会跟随潜意识，很难受到其他现实因素影响。因此，有很多男性在梦里回答了想要的，第二天回想起来都惊出一身冷汗。他们醒来，面对真实的世界，清楚知道现在已经有男性生子的技术了，这个可是他们的噩梦。在他们战战兢兢的时候，我和苏小暖却因为突然有太多的功德祭典而撑得晕乎乎的。原来你们在这儿！我睁开眼，李吉德有些扭曲的大脸凑上来，吓得我一把将还在消化功德的苏小暖推醒了。李吉德手上拖着一条玄黑的铁链，这是捉拿我们俩的法器，看你们还能往哪跑！竟然敢违背世界规则，做了这么多黑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你们俩等着永堕无间地狱吧！说着，李吉德甩着铁链就要来捆我。我反手抓住铁链一扯，铁链应声碎裂。李吉德瞪大了双眼，这怎么可能？这是规则铁链，只要规则存在，就不可损毁。苏小暖嗤笑了一声，当规则被打破一角的那一刻，就意味着规则的全面崩溃。不是大量的功德祭典给了我们能量，而是这个世界从那个梦开始，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规则已不存在，不可能，规则就是规则。李吉德嘴上说不信，但眼底流露出的恐惧出卖了他。现在规则由我制定，他想扑上来阻止我，但苏小暖迅速一脚将他踹翻在地。一、取消生物性别之分，统一生理结构，今后再无雌雄男女。二、改变繁衍方式，所有物种采用自体繁殖繁衍后代。三、取消体能、智力等天赋之分，后天努力决定能力。在我的吟诵中，旧的世界正在急速崩塌，新的世界正在构建。这是一个全新的、绝对公平的世界。番外，今天是程博士的授勋仪式，大厅里挤满了记者，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影片，讲述着他对人类的突出贡献。才30几岁就带队研发出了人造子宫，这一创举彻底解决了人类繁衍的问题。曾经，人类只能通过自体繁殖来繁衍后代，孕育生命的过程是痛苦而漫长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繁衍给无数人类造成了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为工作、生活和学习中都带来了巨大的不便。然而，从此刻起，人造子宫将代替人类进行体外繁殖，只需要采集一些 DNA 就可以培育出一个自己的孩子。有伴侣的也可以混合 DNA 培育两人共同的孩子。从此，人类可以将一生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自身的生活和工作上。主持人激情洋溢地讲完他的科研成果，接下来便是第一批成功的体外繁殖试验者上台分享。大家好，我是一个普通的保安。1年前，我和我的伴侣通过人造子宫孕育出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一家现在非常幸福，
我们非常感谢程博士，所以我到研究所当了一个普通的保安，希望可以守护这项全人类最伟大的科研成果。我会努力将我的孩子也培养成一个科学家，以期将来为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随着最后一个试验者分享结束，就到了正式的授勋仪式。程博士泪眼婆娑地接过话筒。我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是因为有全人类的支持。我们每个人都深受繁衍之苦，所以人人都期待这项成果的诞生。因此，无论是在经费还是精神上，都给了我巨大的支持。昨晚我做了个梦，梦里人类被分为2种性别，有半数的人是不需要承受繁衍之苦的，所以在梦里我的研究没有得到如此多的支持。这一天在人类历史上被称为重生日。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